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P。今天我们不讲手牌，我们要来分享一个改变我人生很重要的议题，就是培养阅读的习惯。很多玩家会问我一些扑克手牌，然后问我一些扑克的问题。那我自己是站在一个比较有经验的人来回答这一件事情。我自己会觉得，其实阅读书籍可以让你自己培养更多的经验、不同的观点，跟提升自己各方面的能力。所以我觉得说，如果我能够分享，并且鼓励大家去阅读，提升自己的能力跟思考的方式的话，我觉得不仅会解决各位的扑克问题，甚至对于人生自己的发展有很好的一个方向。我在大学之前呢都没有什么阅读的习惯，开始有阅读习惯的时候呢是在打扑克之后稍微有阅读的习惯，大部分的话都是看一些扑克的书，以英文为主，也没有到阅读很多。真正开始看很多书的时间点呢，是我在2020年的时候，我自己开了这个 YouTube 的频道，然后自己开了公司。这个时候呢，我就会想要知道说，当我今天进入到了一个我完全不熟悉的环境，毕竟创业我没有经验。所以我就会去看一些企业领导家，不管说像是伊隆马斯克，或者是相关的商业书籍，让我知道说究竟别人是怎么样成为一个创业家，或者是进入到商业的世界里面，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知识，才能够让你可以有足够的能力去运作一家公司。所以最主要是这个原因跟时间点，让我培养起阅读的习惯。我应该跟我身边的人都差不多，一开始其实都不大会去看书。我也觉得说，大部分的人都是以看影片为主，不管是现在的 YouTube 或者 IG， 基本上都是照片或者是短影片的形式。但我自己培养起阅读的习惯之后呢，我会觉得其实阅读可以让你学习到更深层的知识。很多人努力认真在专业上累积了经验，然后他写了一本书，花一点点的钱看完这本书的话，我会觉得对于人生的帮助是很大的。尤其是我在这几年看的书大概20-30本，自己会觉得说对于我的人生有很大的改变。那我觉得不单仅是跟扑克相关，我觉得自我成长都有很大的关联。我觉得去看不同人的观点，你可以把你自己换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。就好像说，各位观众问我扑克问题的时候，其实大家想要得到的答案是什么？其实我觉得不单纯只是我的答案，大家应该要更看重的是我怎么样去思考这一个扑克问题，怎么样把它拆解成一个步骤，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。因为当你今天背一个答案，情况换了之后，你又不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。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学习我的分解步骤的方式，你可以一步一步找出问题，然后思考的方式是什么，然后你觉得答案可能会是什么，那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方向啊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学习不管是扑克的 GTO 策略，其实我们背的都不是 GTO 的答案，而是去想说为什么电脑 GTO 的方向跟它的解释逻辑是什么。那只要我们遇到类似的状况，我们都可以用更有效率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。心态是一个很多人忽略，可是它跟扑克跟人生有很多直接的关联。大家都知道怎么样才有一个健康的人生，比如说早睡早起啊，吃的健康，要运动啊，可是大家都不会做到。扑克上也有一样的问题，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去学习扑克，学习正确的翻牌前的范围，怎么样做翻牌后的决策，该不该炸胡，可是他没有那个勇气或者去执行这样的策略，他可能害怕失败，知道正确的决策是什么，却没有办法做出那样子的决策，觉得就跟心态有很大的关系。有很多类似这样子的书籍跟步骤拆解方法，可以解除你心中的这个心魔，让你能够勇敢的踏出这一步。也就是说，不但是知道，还有办法做到。那我觉得这也是阅读可以改变你一个很大的方向。一个是主动学习，一个是被动学习。当你今天是看影片的话，他想传递什么，他就直接告诉你。但我觉得比较不会自己去思考。看书的话，就是自己去阅读，然后你自己会去思考说，作者到底想要表达的是什么，他提的东西跟你想的东西是不是一样的？因为你会更主动，所以你会记得更深，然后我觉得更有思考的方式在里面。
我自己一开始的话，我会针对我现在的需求去阅读书，这也是我建议大家，如果没有阅读的习惯的话，我觉得先找你最有兴趣，不管是改变你现在的状态，譬如说喜欢一个扑克玩家，或者是一个创业家，那我觉得你就可以看他的自传，自己也是这样子哦。当我自己要开公司的时候呢，我就想要看说，创业家是怎么样去运作公司，或者是他的理念，他坚持的点是什么。早之前呢，我就有看过这个马斯克的书，我自己是非常的喜欢，他有很多他思考的方式，或者是他是怎么样成功一路上走来，他做了哪些事情。比如说很多的创业家都有一些共同的习惯，就是他很坚持，他很努力，他们都有阅读的习惯啊。阅读的习惯是我看过最多成功的人、创业家都有提到的。那我自己看了这本书之后呢，其实我才知道说，原来我之前阅读很少。那如果说我现在要开公司，想要做一些商业上的事情的话，那我觉得培养阅读的能力就非常的重要。我自己会去看别人怎么做，自己可以去模仿他们这样子。那另外一种书籍呢是自我成长，那我觉得自我成长的书籍是最有帮助的，包括说怎么样做时间的管理，怎么样可以更快速的学习，专注在特定的主题，甚至是如何阅读。我觉得很多类似这样子，不单纯帮助你的人生，而是让你培养一个额外的技能，让你更快速、更有效率的去学习其他的事情。我觉得这本书推荐所有人都去看。他重点不是有钱，重点是他创立了非常多间的公司，他冒的风险是非常的巨大嘛。他说每次发射一次火箭的成本是5000万美金到1亿美金，或者是大家也可以上 Netflix， 他有一部影片如何建立这个 SpaceX， 我觉得那个电影是非常的好看，就是关于马斯克。第二本书呢，它叫做有钱人与你的差距不只是钱。那我觉得他是在我打扑克之后，怎么样去运用钱，我觉得这本书讲到很多的道理，里面有非常多的故事，都是各个行业别成功的人士，他是怎么样赚到钱的，他赚到钱之后怎么样去运用这些钱，可以赚到更多的钱啊。他有分3个阶段啊，第一个就是没有钱的时候，第二个就是当你今天成为百万富翁的时候，第3种人是百万富翁要怎么样进入到下一个阶段。那我觉得他每一种阶段的状态其实都不大一样，所以这是跟钱有关的。最近呢，就是还在看还没看完的如何阅读一本书 How to read a book。其实我在书店看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说，哇，如何阅读一本书这种东西，你敢出一本书啊？那我看了这个书之后，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，它有非常多深刻的解释说，当你看到一本书，你还没有决定要阅读它的时候，你的步骤是什么？它有一个很快速的导览，先让你去做一本书本的分类跟不同的书籍的阅读方式，尤其是阅读到一些很困难的书，你要怎么样用最有效率的方式跟思考，然后去读懂一本书。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看起来很简单，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一本如何阅读的书。接下来要推荐的一本书啊，叫做《原子习惯》，非常有名的一本书，我就想大家至少都有听过，记得赶快去看这本书，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。这本书有提到一个重点，就是改变行为的3个层次，依序是身份认同、过程、结果。习惯就是身份认同的具体化。当我们认同自己的身份，我们就会做出与身份相符合的行为。我自己会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哦，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扑克牌手，我会做哪些事情来让我达到这样子的一个身份认同？当我自己是一个公司的负责人，是一个创业家的时候，一个优秀的创业家应该要有什么样的身份认同？你认同这样子的身份，如果成为这样子的角色，应该要做什么事情？他会做什么事情？你就应该要做什么事情。那在这本书呢，有提到4个步骤，可以让你培养一个好习惯。那如果说你今天想要消除坏习惯的话，就将这4个步骤做一个翻转的动作，就可以消除这些坏习惯。依序是哪4个步骤呢？第一个是让提示显而易见，第2个是让习惯有吸引力，第3个是让行动轻而易举，第4个是让奖赏令人满足。第一个是让提示显而易见。我自己的习惯就是，不管是手机、电脑或者是平板，我里面一定有放扑克影片。只要一打开我的手机或者是我电脑的时候呢，我就会提示到说，我应该要去看扑克影片。每一次看完呢，我有一个特别的习惯，我会从电脑的硬碟里面移到另外一个已经看完的资料夹，就有点像是在消除我待办事项中的清单，也有一个增加自己收藏资料库的一个成就感。
一开始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很困难，甚至是做不到的事情。那我会建议呢，大家可以用一个轻松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哦。譬如说，我自己在电脑桌上面有放一些钱啊，基本上都是跟这一些我认为的快乐做一些联想。当我坐在客厅，我看到这些奖杯，就会想起哇。看之前多认真，然后赢得这么多的奖杯，这个时候有一个刺激我说应该要去学习扑克，看更多的书籍，让我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。我觉得这个视觉提示呢是非常有用。那在培养一些习惯，一开始很有可能是困难的哦。例如说，在学习扑克，你可能不会短期内就感觉自己的成绩有提升，又或者是说，你可能刚开始健身，要好几个月之后你才看得到身体的改变。那如果说，当我们在还没有培养起这个习惯，而且又看不到成效，这个时候就最容易放弃的时候。在这本书里面有提到一个增加吸引力的方式来持续的这样子的习惯，它叫做诱惑捆绑。什么意思呢？如果说你今天非常的喜欢看电影，在看电影之前呢，先看一部扑克影片。才能看这部电影，或者是说今天你想要吃美食，那你就要告诉你自己说，如果我今天有去健身，做到我该做的事情，我才能去吃这样美食。就是让你把这个好的习惯跟你喜欢的东西做一个捆绑，执行的时候呢，会让你更有效率跟更有意愿去做这一个良好的习惯。过了一个长时间，你看到了自己的成绩有进步，这个时候你就不需要这样子诱惑捆绑，因为你已经看到了成效，你已经知道说哦，原来做这些事情可以让我得到这么多的好处，你已经自然而然就培养起这个习惯了。其实，在一开始阅读书籍的时候，还没有培养起一个每天一定要看多少书的习惯。但那个时候很常看 YouTube 的影片，所以我就会习惯说，如果我要看一个30分钟的影片，那我就要看30分钟的书。培养一个习惯最困难的就是开头，所以你只要开头有开始这个习惯之后呢，后面就会相对来讲简单。第三个是让行动轻而易举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之前有提到，如果你一开始在还没有培养起这个习惯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让这个习惯降低它的难度。重点不在于时间的长度或者内容的长度，而是在于你有没有去做这件事情。你想要培养一个阅读书的习惯，同时你又想要看 YouTube 影片，我们都要从最简单的开始。你只要能够看5句话，你就能够看5分钟，你就能够看30分钟。它其实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。当你今天做到第1步、第2步的时候呢，其实你不知不觉你就能够做到你一开始你认为你做不到的事情。花最小的时间内踏出你的第1步，那我觉得就成功了。第4点就是让奖赏令人满足。跟我自己最有关的就是扑克比赛中呢，其实常常会遇到所谓的下风期，这也是非常多人会问我下风期该怎么样去解决。当我自己花了很多时间在学习扑克，当我获得一个成就，不管是大赛冠军、年度冠军，我都会拍很多的照片，我也会习惯把这些照片给印出来，然后放在客厅，放在你看得到的地方。当我们今天遇到一些下风期或是不顺利的时候，就可以看到这一些视觉的提示，让你知道说，其实你是很棒的，你要坚持下去，给你自己更多的信心去学习扑克，然后突破下风期的一个状况。建立自己想要的习惯，都是为了达成某个目标。比立定目标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如何达到目标的系统。如果你的目标是赢得冠军，那比目标更重要的就是建立一个如何赢的系统。譬如说，在锦标赛建立一个完善的翻牌前策略和翻牌后策略，如何进行深筹码100个大盲的策略，锦标赛后期如何进行一个中筹码和短筹码的策略。当我们接近到前圈的时候，我们受到 ICM 的影响，我们要如何执行一个 ICM 的策略？当我们把扑克拆解成每一个步骤，然后我们有建立一个完善的一个系统，让我们知道在每一个阶段该怎么样做的话，那我们就会成功。其实扑克困难并不是它每一个步骤都困难，而是它需要学习的情况太多。我会建议大家就是把这个东西拆解成很多个小步骤，一次一次来完成。透过一些持续的练习跟学习，你就会看到自己的成绩其实越来越好了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，或者是有什么想法跟建议的话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。如果说你想要问我手牌的话，欢迎到我们的 Discord 手牌投稿区投稿你有问题的手牌。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我的影片。我是小 P，大家拜拜。